封玉贵不知道，他即将在乱葬岗遇见一个死了3年的女子，而这场相遇将改变他的一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，让我为大家说个小故事。薛卫娘上集第1章死生之间。封玉贵不知道这些，他只知道自己病了，病得很重。从南方逃荒回来的路上，身体就像被掏空了一般，每走一步都是煎熬。到了宜州城南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只好在这片乱葬岗边歇脚。秋风萧瑟，枯草遍地，远处几座土包般的坟头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凄凉。封玉贵靠着一块墓碑，闭上眼睛，想着家乡的那间茅屋，想着还在等他的老娘。就在半梦半醒间，他听见有人叫他：“这位公子，这位公子。”声音很温和。封玉贵睁开眼，看见一个花白胡子的老翁站在面前，穿着旧式的长袍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。“老丈，您是？”封玉贵挣扎着要起身。“免了，免了。”老翁摆摆手：“我看公子面带病容，这荒郊野外的，怎么能在此过夜？不如到寒舍歇息一晚。”封玉贵环顾四周，除了坟头还是坟头，哪里有什么人家？但老翁的话说得真切，而且他确实需要一个避风的地方。那就叨扰了。老翁在前面领路，封玉贵跟在后面。奇怪的是，刚才还是一片荒凉，现在却出现了一条小径，径旁还有篱笆和菜园。不远处，一间茅屋在暮色中透出昏黄的灯光。“寒舍简陋，公子不要见笑。”老翁推开柴门。屋子确实简陋，只有2间，家具也很简单，但收拾得很干净，还有一股淡淡的柏枝香味。最让封玉贵意外的是，屋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，她大约16、17岁，穿着素净的衣裙，正在灶边忙碌着什么。听见动静，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然后又低下头去。那一眼，封玉贵看得分明，她的容貌清秀得像一幅画，但神色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。老翁吩咐道：“卫娘，煮些柏枝汤来。”女子应了一声，动作轻柔地忙碌起来。很快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端到了封玉贵面前。汤色清淡，喝起来有一种清香的苦味，喝下去后竟然觉得精神好了许多。“公子贵姓？家住何处？”老翁在旁边的竹椅上坐下。“在下封玉贵，聊城人。”封玉贵放下陶碗，刚从南方回来，路过此地，敢问老丈尊姓？”“老夫姓李，洪都市也。”老翁抚着胡子，平阳人士，流寓此间已经32年了。封玉贵心里一动，32年，那不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吗？但看这老翁的模样，顶多也就60岁的样子。老翁又问：“公子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22岁。”老翁点点头，看了看正在收拾碗筷的卫娘，又看看封玉贵，眼中似乎有什么计较。“老夫有个不情之请。”老翁忽然说道：“公子可否记住这个门户？日后若有姓李的后生来寻，烦请只是1、2，老夫必有厚报。”封玉贵连忙应承。老翁又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道：“卫娘是老夫的义女，年岁正好，容貌也还过得去。公子如果不嫌弃，老夫想将她许配给公子。”这话来得太突然，封玉贵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看了看卫娘，女子正好也在看他，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他看见她眼中有一种期待，也有一种深深的哀伤。“老丈的美意，在下心领了。”封玉贵斟酌着说道：“只是在下家境贫寒，恐怕配不上小姐。”“公子太客气了。”老翁笑道：“老夫早已看出公子人品不俗，将来必有出息。只要公子不嫌弃卫娘孤苦无依就好。”封玉贵心中感动，但又有些疑惑。老翁站起身：“请公子在北村等候1个月，到时候我那3儿子会来主持婚礼。”说完，老翁走到封玉贵面前，拉着他的手臂：“夜深了，公子早些歇息。”一阵风吹过，封玉贵忽然觉得眼皮沉重。
他靠在椅背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空中。他发现自己躺在乱葬岗边，身旁就是昨夜靠过的那块墓碑。哪里有什么茅屋，哪里有什么小径，四周除了荒草和坟头，什么都没有。风玉贵自言自语道：奇梦一场。但他的手中却还留着那股柏枝的清香。正在这时，几个村民路过，看见风玉贵坐在那里，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这不是昨天那个病倒的书生吗？一个村民说道，我们还以为他死了呢，在这里躺了2天了。风玉贵这才明白，昨夜所见恐怕不是梦境那么简单。他想起老翁的嘱托，想起魏娘哀伤的眼神，心中忽然有了一种使命感。或许那不是梦，或许真的会有姓李的人来寻找。他暗自想，反正也没有地方要去，不如就留在这里等待，等待那个三儿子，等待一个承诺的实现，等待一段超越生死的缘分。第2章3年长梦。风玉贵在北村等了1个月，果然等来了一个骑马的官人。那人自称李明轩，平阳进士，正在寻找父亲的墓地。风玉贵听见李这个姓氏，心中一震，连忙迎上前去。您可是李洪都老翁的公子？李明轩勒住马缰，上下打量着风玉贵，你认识我父亲？于是风玉贵将那夜的奇遇详细说了一遍。李明轩听得瞠目结舌，既惊且疑。但当风玉贵带他到那簇墓地时，李明轩不得不信了，这里确实是父亲可能安葬的地方。李明轩环顾四周，只是旁边还有一座坟，不知是谁家的。风玉贵记得那夜魏娘的模样，心中隐约有了猜测，但没有说出口。李明轩命人带来棺木，准备收敛父亲的遗骨。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挖开坟土时，看见一层破旧的草席。李明轩拨开草席，却发现里面不是预期中的枯骨，而是露出一袭女子的裙装。李明轩以为挖错了坟，正要停手，草席边忽然伸出一只白皙的手臂。接着，一个女子缓缓坐起身来，她的容貌美丽动人，衣裳虽然有些陈旧，但面容红润如生，仿佛只是睡了一觉，刚刚醒来。她看见李明轩，眼中闪过喜悦的光芒。三哥，你终于来了。李明轩猛地后退几步，脸色煞白，手中的锄头掉在地上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花了眼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的声音都在颤抖。风玉贵在一旁也看得目瞪口呆，但心中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那夜的承诺竟然真的应验了。这就是魏娘，活生生的魏娘。李明轩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双手发抖地脱下外袍为魏娘披上。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但声音还是忍不住颤抖。姑娘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魏娘的声音轻得像羽毛。我叫魏娘，李翁一直照顾着我。他说等三哥来了，就把我许配给这位公子。他看了风玉贵一眼，眼中有羞涩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。于是在那个黄昏，在乱葬岗边，魏娘向他们述说了自己的故事。那是3年前的事了。魏娘本名薛魏娘，父亲薛银侯是个小康商人，膝下只有她一个女儿，疼爱如珠如宝。15岁那年春天，她去金陵舅舅家小住，原本是件寻常事，谁知道却成了一生的转折。回城那天，天气正好，江水波光粼粼。魏娘和老嬷嬷到渡口寻船，遇到一个熟识的船夫，那人姓冯，平日里说话和气。薛小姐要过江吗？正好我要送一位贵客去对岸，可以顺道。冯某殷勤地说道。船行到江心，冯某端来2碗茶水，说是解渴的。茶水有股淡淡的甜味，魏娘觉得有些奇怪，但也没多想。老嬷嬷喝了一口，没多久就趴在船舷上，说头晕想吐。魏娘刚要去扶她，自己也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她醒来时，已经在一簇陌生的宅院里。院子很大，房屋也很气派，
但他心中只有恐惧。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妇人站在床前，冷冷地看着他。醒了？那妇人声音尖锐，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是我家老爷的宅子，你最好识相点，别想逃走，好好伺候老爷，还能有口饭吃。魏娘这才明白自己被人拐卖了，她哭着问老嬷嬷在哪里，那妇人只是冷笑，那老东西不识好歹想救你，早就被抛下船喂鱼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是魏娘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，她被关在一间偏房里，不准出门，每天只有一个小婢女来送饭。她试过绝食，试过撞墙，但都被人看得紧紧的。那个买她的官员常常来看她，每次都要她梳妆打扮，像个玩物一样。她不肯服从，就被那个正房太太狠狠责罚，有时候打得她几天都下不了床。你一个被卖来的贱婢，还想摆什么架子？那女人边打边骂，识相点，老老实实伺候老爷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就这样过了2个多月，那官员要进京述职，决定带他一起北上。一行人走水路，船到宜州时停泊过夜。那一夜，魏娘躺在船舱里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。她忽然觉得，与其这样活着，不如死了干净。趁着夜深人静，她解下腰带，在船间的横梁上打了个结。死亡来得很快，也很安静，就像从一个噩梦中解脱，进入另一个更深的梦境。只是她没想到，死后的世界并不比人间好多少。那些同样枉死的孤魂野鬼，看见她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，总是要欺负她，想要侵犯她。就在她绝望的想要魂飞魄散时，李老翁出现了。都散开！老翁虽然温和，但说话很有威严，欺负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？从那以后，李老翁就像父亲一样保护着他。他告诉他，自己在这里等了32年，等着儿子们来寻找。孩子，你命不该绝。老翁总是这样安慰他，等我三儿子来了，我为你找个好归宿。魏娘问，可是我已经死了，怎么还能嫁人？老翁神秘地笑了，谁说死了就不能活？魏娘的复活只是这个奇缘的开始，当魏娘的真实身世被揭开时，又会带来怎样的震撼？这个死而复生的女子，最终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薛魏娘下集与你再相见。